他的每一段感情中，其实展现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你在演的时候是如何把握这种不同状态的感觉呢？如果说跟转过动就是热烈，第二段就是生活柴米油盐，第三段就是灵魂伴侣，第四段就是年下，我觉得就分得太干净了。我指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每一段感情里面看到自己。你像跟庄国栋在一起，刚刚开始热恋的时候，那个眼神是藏不住的那种东西。第二段的时候吧，就会让人会感觉到是爱还是不爱呢？我说的这种转折可能更多的是情绪向的。然后第三段，其实我会在想，确实这一段感情是一个叠加升华，30多岁双方比较成熟的一个状态，又是契合自己的从小学的东西，又没有太多的理由，那这些东西具象化起来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其实是跟随自己真实的感受去演，不是说刻意给他设计不同的风格出来。也不是根据自己感受，是要挖掘规定情境。我总说我是愿意去学习规定情境和人物关系。剧中有一句话是苏苏形容黄一梅，她说你成了一个普通的女人，我觉得很美好。作为黄一梅本人，听到这句台词当时什么感受呢？其实黄一梅心里是不服气的，因为那段时间她整个情绪荷尔蒙就乱的，她是崩溃的状态。她不是说真的变成了那样的女人，她是一个阶段，这是她人生里面的一段颜色而已。她到时候她刷，她自己又给自己刷回去，又刷成别的颜色了。苏根生其实也是知道她的，他就是觉得只是没有见过你这一面，你变成一个普通女人也挺好的。但是再好的朋友也不会了解你的全部，尊重彼此的空间和彼此的这种有一些熟悉又有一些陌生的地方的。我觉得这个是好朋友。作为刘亦菲自己来说，你更喜欢这种热烈的不平凡，还是刚刚说的这种普通呢？你指的是感情还是角色？就是人生吧，或者说各种体验。我觉得都有。你像许红豆那种就是平凡中的不凡。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我相信会越来越好。黄一梅她其实很复杂很多面，她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对，你看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很好的片子，对，有些角色很耐人寻味，你说不出来为什么他要这么选择，但是就是你可以在他的表演下看到很多东西。我觉得黄一梅其实是一个表演向的人物，有冲劲儿，有韧劲儿，收和放都有，也不是说一直以来就义无反顾，而是说每一次在自己要做决定做选择的时候他都做了，他也敢做。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亦菲。他是一个你合理化之后会很有意思的一个角色，我会为之激动的一个角色，有一点叛逆，他也不是刀枪不入，但每次感觉到失控的时候都能把自己拉回来，这点很厉害。讲一下你理解到黄一梅的她的精神内核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用一句话去说出来，我只能说是我会为之激动的一个角色。所以你当时看到剧本就是了解完之后就会很激动。我觉得这个角色第一张力有，然后待发掘的故事和人物关系线也足够清晰，人性也足够真实，她是一个你合理化之后会很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其实黄一梅我们也一直觉得她是国产剧从来没有过的女主，你觉得她的心意在哪？我觉得在于敢写出这么一个人物，我也希望有更多有意思的，就是这种有一点叛逆，呈现的是一个真实人物状态。这是华龙华的地方吗？你把鞋脱下来，好好走路。追去吧你。就这种真实美，其实会让人更觉得这个可触碰。是的，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就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人都是千人千面的，他甚至前10集是这样，后面他又会变成另外一个色彩在里面。那你觉得黄一梅最高光的一个名场面是什么呢？其实高光你说的有表演向的，有剧情向的，有现在大家看的这种情绪解压向的，就有很多种。对于我来讲，我可能喜欢反差感。反差，就这场戏一定是这样吗？是只有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吗？是一定要这么演吗？我希望是把我的那个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能够见缝插针给他塞进去，我希望这个人物饱满一些。今天就跟导演聊，他也聊到一场戏，就是他得知庄国栋他好像要出国，然后就砸了他们家那一场戏。今天就要把这个事必须说清楚。黄一梅，你不要太过分了。
说那场戏其实是完全的在现场的一个即兴发挥。我其实好多戏都是这样的，即兴当然是最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排练，也可以去，但是喊了开始之后要忘掉开始了这件事情。是有好多条都是这种很即兴的发挥。对，我觉得不能说是发疯的戏才即兴，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一个呼吸都很重要。玫瑰别不要我了，决定了跟我结婚，好像没有竞争对手，没有冒险，敢吗？这个送给你。那你觉得黄一梅在这几段爱情中有失去过自己的时候吗？有，她也不是刀枪不入。那你觉得在哪段爱情里面她是迷失了自己，或者丢失了自己？其实都会有一点，但又都不完全。就她能再把自己拉回来，这点很厉害。对对，我特别喜欢是这一点，就是但是她每次感觉到失控的时候，都能把自己拉回来。就是最后她还是做回了自己。这几段恋爱中，你觉得最美好的是哪一段呢？如果非要选一段的话，如果要说矛盾冲突的话，肯定是跟方谢文最多。包括跟方谢文一开始也是有她的美好的东西的，对，肯定都有的。那这几段，他如果不爱的话，他可能不会去选择这个人。他在每段爱情中都很坚持自己的感觉，不会在意旁人的评价吗？你对于他这种行为是怎么看？其实啊，不在意是相对，不在意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们在意，但是我还是选择我的选择，而不是说我不听我不看。包括爸爸妈妈也很着急啊，或者哥哥也很着急的事情啊，他能够说哦，我不怕，就是一种负罪感，但是我就是觉得做我自己想做的选择，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他有他自己的劲儿在里面。如果爱上一个人，他就会坚持自己的这个选择。对，其实如果这段时间是要干嘛，这段时间我是要决定带孩子，我还是决定工作，我还是决定离婚，我还是决定再谈恋爱，都是他自己的决定嘛。它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如果我爱上一个人，他就会放在第一位。我为他思考，他这个价值观，他是失去了自己呢，还是说就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就愿意？首先说这段话的时候是20出头，第二，我觉得人们都习惯去定义，但是有很多东西是不定义才能看清楚的。他当时说这句话就是他当下的一个最直接的感受，他也不是说我不知道另外的东西价值是什么样的，只是说我这个时候我不觉得傻呀，我觉得我有自己选，你为什么要笑我呢？那下一个阶段他可能就开始笑自己了，就是主导自己的一个价值观。我们现在说独立女性也好，或者说是事业型女性也好，更多的也是一种我们去自己主导选择什么东西是重要的，自己能负责任就行。往往我觉得做到这一点的女人都很精彩。现在这个人生阶段的刘亦菲遇到黄一梅，她的这些啊，我们再给她夹一下。哇，你们都好高级，你麦克风在哪儿啊？啊，在这里呢，等着给你。对，这男的，对，一直都是我，所以踩过无数次。男人们，红播这么远，是吗？就是这次给你做题啊，真的我想了很多，就是不一样的问题。对，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继续聊。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冠英，在《玫瑰的故事》中饰演的是庄国栋。他要在事业和爱情中做一个选择，有共同的话题，他们都有对于事业的追求。在爱情方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黑或者白，非常直接的。黄一梅和庄国栋确认关系的那场戏，其实是在庄国栋整个创作里面他最后一场戏。我看今天有新同事加入，我是 Eric 庄国栋，是歌兰创意部的客户代表，也是未来大师项目组的 team leader， 怎么称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饰演的庄国栋这个角色吧。复杂的，因为他在这个求职的路上和在爱情中间，他做了一个选择。其实是否正确，大家可以在剧里面去探讨。那你觉得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选择？就看你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因为他已经做了那个选择。但是在回看的时候，那我相信他心里是有答案，而这个答案在剧里面你们可以找到，很明显。他和黄一梅之间，你觉得他互相吸引的点在哪？因为她就是一个很出挑的女孩子，然后很耀眼，性格又独立，她很勇敢，做事情的这种风格，还有她去表达自己的情感，还有对自己理想的坚持。那你觉得庄国栋吸引她的点是什么？有共同的话题，他们都有对于事业的追求。可是我是男人，我应该考虑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对不对？女人也有事业啊，为什么女人就没有事业啊？庄国栋其实前期是把自己的事业放在爱情前面，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两个人关系走向破裂。
就是你是如何看待他的这种感情观的？为什么要说他把他的事业放在了他爱情的前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提交了这个申请的报告，然后他才跟黄一梅有了这一段感情。最后他们在热恋的时候，这个报告被通过了。所以这一切，你说这是命运使然也好，还是掌握角色命运的神编剧故意有意为之也好，他其实在这个时候让他产生了矛盾的点。他其实并没有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他只是就这个时间，你说是因为这段爱情带给他幸运获得了这样一个入职，还是机缘巧合，所以不知道。刚刚导演说，他其实问题点是他没有选择主动告诉黄一梅。我觉得庄国栋还是在那个时候，在某些层面上是要比黄一梅要成熟一些。在热恋的时候突然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其实我觉得可能结果也会是有一些争执。对，他想隐藏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说，因为他还有考虑到家庭的母亲那边的压力。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我每次谈恋爱都这么说，如果这次不是玩呢？这个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我自己心里清楚。那你认可他和黄一梅之间在感情观上存在冲突和矛盾吗？这个是承认的，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在年轻的时候相遇，然后有这么一段特别热烈的感情，就可能大家都不太想要让步。假如说庄国栋服软说一句话，我觉得玫瑰可能也不希望他真的这么做，大家都不太懂迂回。当时我在去创作的时候，我觉得庄国栋的心情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最后会按照最后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去发展的。还生气呢？分手吧。就因为我去法国？你真的以为是这个原因？不然呢？你别后悔。庄国栋和黄一梅之间其实有非常多那种爱的非常热烈，然后有很多名场面。你觉得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一场？就是那场我们两个在那个打电话，我跟父母吃完饭被憋屈的一场戏，然后拿起电话跟他，我特别喜欢那场戏。上海天气怎么样？在下雨。我觉得就是两个在异地的年轻人，然后想要彼此了解或者确认某一种状态的时候，但是又不太敢说出口的那种腼腆也好啊，还是羞涩也好啊。导演用了一个我们两个最后跑到了上海的外滩，我们两个见面了，就很浪漫。我是从角色出发，我觉得那场戏对于我来说也很好，因为我后来没有想到导演在就是拍了一个两个人要相遇的这样一个画面，而且这场戏是确定了他们两个的人物关系，进行了下一阶段的这个发展。而且拍这场戏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是因为拍我们合体的时候是后期做的，因为当时因为有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完成那个画面，然后我最后补的那个是在我杀青拍的最后一场戏，就是等于是黄一梅和这个庄国栋确认关系的一场戏，其实是在庄国栋整个创作里面他最后一场戏。最后来演这场戏会不会感觉很不一样？就像是一个无限循环一样，这个故事在此时此刻，其实庄国栋的那个故事已经结束了，但是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庄国栋的故事和黄一梅故事才刚刚开始。就是我们上午采那个佟大为老师的时候，他说你和黄一梅第一场是不是就是比较亲密的戏？对对，在楼道里被哥哥发现了。干嘛呢？你不是在白小河家吗？那我也不能住他们家呀。这我男朋友 Eric。大哥好 ，Eric。当时拍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因为就是其实一上来还不熟嘛。因为我觉得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嘛，只要你就带入角色，然后去找好此时此刻你们人物关系和你们人物的心境，然后完成表演任务，我觉得其实就可以排除很多杂念。美国的故事也有原著小说嘛，在拍摄前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吗？没有，小说和剧本它可能呈现的角色因为篇幅不一样，有时候做功课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两个双胞胎在打架，你知道吗？是用黑白灰来形容角色的感情底色。那如果是形容庄国栋的话，应该怎么形容？白色底，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都市情感嘛，大量讨论的是对于情感层面的。在爱情方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黑或者白，非常直接的。庄国栋的白是指坦诚的、勇敢的，想要去解决问题吧，但可能解决的方式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这个角色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思考或者影响？挺有趣的，当时看到这个角色吸引我的，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复杂性，这里面有美好的，然后有纠结的，也有他自己挣扎的，还有他这种悲伤的，还有痛苦的，很完整的一个一个形状。你觉得庄国栋后面后悔了吗？我觉得用遗憾更好，更好，因为咱就说哪有卖后悔药的？就是假设如果说让他再选的话，你觉得他会怎么选？选择留在北京，还是选择爱情？对。最后再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剧和角色吧。腾讯视频入戏的
朋友们，大家好！希望你们能够多多支持《玫瑰的故事》，支持庄国栋。我们腾讯视频见。腾讯视频入戏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林更新。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一个阶段，才触动了黄一梅，她赶上了好时候。默默的舔，有品位，肯定有。你说我都演了那么多讨喜的角色了，还差这一点吗？有热度嘛，你就好好的机遇和你的准备达到了，它自然而然会发酵成。咱们结婚吧，登记只要9块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饰演的方谢文这个角色。是黄一梅在婚姻阶段这么一个伴侣。我以为他是一个，可能在我自己的一个创造的一个想法里，我会觉得说，可能是不是极端一点？对，就是非常极端的那一种。但导演汪导是觉得不一定是，他说那你要这么极端，黄一梅是图什么？是为了什么？当年包括我们今天中午也采了导演，其实他也说黄一梅选他，就还是因为有爱才会愿意跟他在一起。对，他不是一个说一个很盲目的一个东西，我理解也是，要不然你太极端了，在校园里就受人追捧的这么一个女神级别的一个黄一梅，怎么到方谢文这儿就是没有下文了，就是人生就是怎么平淡了，就我就想开了。不是，我觉得还是导演说的很对，就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一个阶段才触动了黄一梅。这是我先生方谢文，我们刚结婚。记得剧里面方谢文有一句台词问黄一梅，他说就你跟我在一起是出于真爱还是为疗伤？从你的角度来看，你是怎么理解的？鹏哥演的那个庄国栋是突然杀回来了，然后方谢文是很有危机感的。这个情况下给黄一梅造成的是他不愿意回头，他想往前看嘛。读到剧本，我理解为方谢文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他赶上了好时候。你觉得他在追求中是纯粹真的是出于爱，还是说也带着目的？我觉得还是爱啊，但是呢，方谢文对他的爱喜欢是挺自卑的、不自信的，所以他才能花心思。要不然你说怎么办？他只能去想办法接近啊，用他所想象的真情流露来打动黄一梅。你觉得最初黄一梅吸引方谢文的点是什么呢？美啊，就看外貌吗？就是美，单纯的美，因为他俩不是同班同学啊，没有什么没有交集的，没有交集的，就是那种默默的甜，默默的甜，悄无声息的爱。对，说谁家了？为什么？喜欢。方谢文和黄一梅之间，他们的那个出身和成长环境相差很大嘛？那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爱情的？你觉得这种爱情有未来？我不反对，但这种你说放在咱们除了戏剧当中啊，就是放在现实里啊，有很多夫妻两人，你们是可以或怎么样，但家庭。方谢文他妈妈对，是不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他可能是对于一个在戏剧上把一个人物塑造一个算是比较极致了。你不去上班，我也能养得起你。什么意思？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那你认同他的感情观吗？不太认同。你去禁锢一个人，你禁锢他的思想，禁锢想要去工作，非常大男子主义。这黄一梅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事业，但他就是方谢文这个人就是太不自信了，他总怕外面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会对他自己造成威胁，主要是因为这个。就是你如何看待他在这段感情中的付出呢？虽然我努力过吧，但我没有觉得很伟大，挺平凡的付出，理所应当的。我觉得男主外女主内，这不应该的吗？我给不了你儿女双全的生活，你也给不了我信任和尊重。刚也聊他其实对黄一梅，我感觉其实也有点到 PUA 的感觉了，不知道你认同这个？有，是他有 PUA， 肯定有。那你在演的时候有没有被他哪些行为给气到的？就偷偷打电话，他有一个应聘的一个工作，然后老板人家说，哎，你这个还挺有想法的，怎么样？希望你来面试，怎么样？偷偷的说，哎，我是她老公啊，她现在怀孕了，不稳定，挺啊，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吧？就算了吧。但黄一梅后来发现，就真的是歇斯底里，真的很生气。我觉得这是触碰到一个人的底线了。我觉得这个是我很不理解。那你觉得他算渣男吗？不渣吧，他没有情感上过分的行为，但我会觉得就是过分的太自我了。决定了跟我结婚，好像没有竞争对手。
谢谢。很多演员有时候在演这种不太讨喜的角色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去说找到一些角色的可爱点。那你在演的时候会是怎么想？找啥呀？你都没可爱点啊？这是找吧什么呢？你这个对啊，你可爱什么？你可爱这不是故意表现出来的。他其实是不太讨喜的角色。那你在演的时候会担心到时候出来被观众控诉吗？你说我都演了那么多讨喜的角色了，还差这一点吗？觉得这不是我一个演绎的一个标准的时候一个不能触碰的一个。挺好奇的，就是你当时这个角色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会愿意接呢？我觉得就是跟我以往扮演的不太一样啊，没有试过这么一类型。你平常的那个冲浪速度也很快嘛，然后经常会在网上和网友调侃互怼啊，这种就什么样的评论会比较引起你的？比较独特的，你的那些互动感都经常会被大家拿来传播，感觉特别有意思。嗨，我就开玩笑嘛，就玩嘛。然后这种那个跟网友的互动也容易被大家拿来发酵。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想多了吧，你干嘛要过分的解读人家，无限的解读与放大？我想问，闲的吗？对啊，这句话也回得很好。很多人就选择我宁愿不说，我有什么好跟你好说的吗？说多错多，对啊。但很好的是你还在做鲜活的自己，希望我们还能继续见证到这个，继续保持这个鲜活的自己。可以激励。那平常比如说就是没有在工作的时候，自己会愿意干些什么？就好好的生活。就你该干嘛干嘛，先把手头的事儿给忙好。该学习你学习，该去有什么工作你提前准备。你每天要在剧组里，你体验的都是角色的生活。虽然你说技术上一直在磨练，但我觉得生活都没了。就像咱说，你必须得有周六日这个东西，缓和你长时间的一个疲惫的一个身体和一个负荷的一个精神状态。那今年其实连续2部热剧和综艺的播出，保持了很好的热度和讨论。那现在你对于所谓艺人的热度这件事情会怎么看呢？有热度嘛，你就好好的能接点戏啊。没有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说你要削尖了脑袋往上钻，我觉得就是机遇和你的准备达到了，它自然而然会发酵成。其实也不会说就是有热度的话，那我持续这样去做。看吧，当时也不是说没有特合适自己的戏吧，挑的比较狠，确实有段时间是懒散一点啊。这个想，因为之前是太累了，真的认真思考了一下，就这么累，到底要为了什么？现在回头看的话，你觉得这个选择是会后悔吗？没什么后悔的，我会觉得说踏踏实实的只把一个事儿做好，就没有太多事儿困扰我了。确实还是得让自己保持自己的节奏，好好的去拍一个戏，然后少做其他的事情，就挺好的。今年其实大家也一直在夸你的状态特别好嘛，是有特意在去努力维持这种好的状态吗？我觉得还是跟运动有关系吧，就保持一个运动，保持一个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机能。就前段时间，当时你有一个特别出圈的视频，就是录的那个走路的那一段，旁边一群人跟在你后面，然后那个对那段时间那段视频特别出圈，然后大家说被你硬控住了。就那个还是挺好玩的啊。对，我刚刚刷到一个你去菜市场的那个视频，就感觉也很生活。那对啊，这就是生活呀。但是正常的生活不拍呀。但我觉得一起出去嘛，我觉得记录一下嘛，适当的也学着年轻人的玩法，对吧？腾讯视频入戏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佟大为。爱一个人，爱的是从我认识你那天开始存在的那个人。你的过往跟我无关，你未来是要跟我一起走下去的。婚姻就是要纯粹，包容对方的一切，也支持对方，不管是什么年龄段，没有任何其他目的的结合是最真的，可能走得最长久。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一心一意，怎么就打动不了他呢？最好的猎人都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的。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饰演的黄真华这个角色呢。他是一名建筑师，是剧中的女主人公玫瑰的哥哥。这个角色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相像或者反差的地方？相像就是都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里头，人很踏实，很有责任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没有妹妹。那有黄一梅这样一个妹妹是什么感受呢？前期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不知道她在感情上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早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被一些慕名来追求妹妹的人给打扰，有这种烦躁的心态。怎么又是你啊？你们怎么这么讨厌呀？
感觉他其实一直在保护着妹妹。哎，对，这个角色哪些点会是很吸引你的地方？我觉得他除了对妹妹的这种保护，跟妹妹互为臭皮匠、军师出主意这组人物关系，以及在妹妹困难的时候他的这种全力以赴的支持，还有就是黄振华自己的这个情感路程也是打动我的地方。之前的白小河，后来的苏更生，都是其他的作品当中没见过的这种人物关系。我心理健康有什么问题啊？不是，我关心我妹妹的安全，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刚刚也说到他对妹妹超级呵护嘛，从哥哥的立场评价一下这个妹妹怎么样了？我觉得妹妹是以往的作品当中没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她剧中正式的有3段感情，展现了一个蜕变的过程。第一段就是义无反顾的这种投入，两个人没有表白就干柴烈火的走到了一起，年轻人的这种不顾一切的爱。第2段可能需要的是一种陪伴，第3段可能更成熟了，物质上和年轻人的那种冲动都已经过了，他更需要一个精神上的这种伙伴。对，他们这3段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感觉。是。你觉得黄振华他是一个怎样的哥哥呢？我觉得黄振华对妹妹，首先是他的提款机，然后他的司机，有的时候还是他的战斗机，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刚刚也提到这3位男性嘛，从哥哥的立场，你觉得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哪个更适合黄一梅呢？我觉得第一个虽然他也有自私的部分，但是毕竟第一段感情这个男人他也是不成熟的嘛。通过时间的这种历练，最终我觉得第一个看下来是合适这个妹妹。包括剧里面，其实黄振华也是非常支持对偏袒的，是偏袒庄国栋。我感觉就是到了好像每个人生不同的阶段，对于感情的看法很不一样，需求不一样。对其实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也能感觉到，很多人到了这个阶段，对于感情会选择很不一样。对呀，好多人结婚其实就是很冷静的说，哎呀，爸妈也让我结婚，遇到一个差不多的，然后还行，就结婚了。为什么要这么结婚？对，这也是我们的困惑。其实这个剧也是给大家会有一些启示，对大家看看合适不合适。我觉得最好是这3个人综合一下，那就是最理想的。对，兼有又有年轻的这种干柴烈火，又有到了30岁左右的陪伴，这种稳稳当当，然后又能精神上有互动有交流。对，那真是太完美了。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我还是没办法喜欢上我。你就当我是来应聘的，我应聘当你男朋友，试用期6个月，你不行把我开了，行不行？聊到黄振华，他其实感情问题也非常复杂嘛。前面是对相亲对象追求未果，遇到苏苏之后又开始转向了苏苏。你是如何看待他这种感情观和处理感情的方式呢？他其实挺内向的，在感情上经历比较少，所以他妈妈一直说要不给你介绍对象什么的，他其实是比较排斥的。他之前更多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没遇到合适的，他也不感兴趣。跟白小河的相亲是觉得，哎，他那个样子是黄振华审美的点，结果人家把他当备胎，被人家拒绝了之后，跟苏更生的这种相识是因为替妹妹去争取利益，就是欢喜冤家这样的人设，然后又后来做朋友，一步一步走到一起。他还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觉得他最后选择苏苏的原因是什么？首先，苏苏是一个挺酷的一个女性角色，然后另外一个跟这个女人也经历了太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她就是好奇以及对这个女人负责任，把他们俩引向了婚姻。感觉他们俩其实一直在经历各种问题，然后去解决。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感觉他在白小河和苏苏之间也有来回动摇过。你有感觉吗？就总要让这个角色有一点瑕疵吧，理解角色的所作所为，有点稚气啊，有点使小性子啊。苏苏其实他有很复杂的原生家庭问题嘛，包括他以往的经历。那你觉得黄振华知道那些之后，有做过什么思想斗争吗？我觉得爱一个人，爱的是从我认识你那天开始存在的那个人，你的过往跟我无关。你未来是要跟我一起走下去的，所以大家都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因为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其实爱他是从认识他之后的对呀，那之前的事情你也没参与。黄振华和苏苏能持续走下去的原因，也是他们互相既考虑彼此，然后也还有自我的对包容对方的一切，也支持对方，所以他俩走得远。那你觉得他们互相给对方有带来怎样的影响和改变吗？就是各种可能在世俗的眼光中没办法接受的事情，他们那个解决方案都挺大气的。